有着共同的文化和情感。希望通过我们的故事，能让更多人看到两岸民间交流的美好可能。如今，李佳琦和陈家豪的故事在亲友圈广为流传，成为了一段佳话。很多原本对跨海峡恋情持怀疑态度的人，也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看法。姐，当初你怎么就这么勇敢呢？李佳琦的表妹好奇地问道。李佳琦微笑着回答：因为我知道真爱值得冒险。当你遇到那个对的人，不管有多少阻碍，你都会有勇气去争取。就像陈家豪常说的那句话，爱情需要勇气，婚姻需要经营，但只要两个人心往一处想，没有什么困难是克服不了的。这不仅是一个关于爱情的故事，也是一个关于理解、包容和成长的故事。从中我们看到，跨越文化和地域的爱情虽然充满挑战，但只要双方愿意相互尊重、相互理解，就能创造属于自己的幸福。台湾与大陆虽然在发展道路上有所不同，但人民追求幸福的心是相通的。通过这样的姻缘，两地的距离似乎也被拉近了一些。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今天给大家讲的这个台湾小伙和大陆富家女的故事，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启发。在爱情面前，地域、文化、财富的差异都不是问题，真正重要的是两颗真诚相爱的心。如果你也正在经历跨地域的恋情，不要轻易放弃，勇敢去追求，去沟通，去理解对方的世界。只有这样才能收获真正的幸福。感谢大家的收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如果不是当初那次私奔，我可能永远不会体验到这种幸福。李佳琦感慨道。陈家豪的事业也蒸蒸日上，他创办的科技公司成功上市，身家翻了好几倍，但他依然保持着朴实低调的作风，每天按时回家陪伴妻子和孩子。李总也经常来台湾看望女儿一家。随着接触的增多，他对台湾的了解也越来越深，甚至开始思考将部分业务转移到台湾的可能性。台湾的创新环境和人才储备确实不错，而且离大陆市场也近，是个不错的选择。李总评价道，这段跨海峡的姻缘不仅成就了一段美满的婚姻，也促进了两地家庭的相互了解和尊重。从最初的误解和对抗，到后来的接纳和融合，李家和陈家的故事，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两岸关系的发展轨迹。其实两岸同胞都是中国人，有着共同的文化根源和价值观念。陈爸爸常说，只是因为历史原因暂时分隔，但血浓于水的情谊是割不断的。李总对此深表赞同。没错，我女婿就是最好的例子。通过他，我对台湾有了全新的认识。不仅仅是旅游景点，更是一个有着独特魅力的地方。回首这段跨海峡恋情，李佳琦感慨万千。最初我爸带着10个人杀气腾腾的来讨女，结果却因为亲眼所见而彻底转变了态度。这告诉我们，很多偏见和误解只是源于不了解，只要敞开心扉，真诚交流，就没有不能跨越的鸿沟。陈家豪也深有同感，爱情没有地域的界限，真心才是最重要的。无论是台湾还是大陆，我们都是中国人。有时候专注工作起来，甚至会忘记吃饭，这让李佳琦很是担心。我知道他是为了我们的未来努力，但健康才是最重要的。李佳琦说，所以我每天都会给他准备便当，不管多晚，都会等他回来一起吃饭。两人在磨合中相互理解，相互成长。李佳琦学会了做家务，变得越来越独立。陈家豪也学会了平衡工作和生活，更多关注家庭。1年后，好消息传来，李佳琦怀孕了，这可把两家人都乐坏了。太好了，我要当爷爷了！李总兴奋得不得了，立马订了机票飞来台湾看女儿。看到女儿幸福的样子，李总彻底放下了心中的担忧。他甚至开始考虑在台湾买套房子，方便以后常来看女儿和外孙。爸，你看我现在过得多好！李佳琦骄傲地向父亲展示他的新生活。我有爱我的丈夫，有自己的事业，还有即将出生的宝宝。我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。李总看着女儿幸福的笑容，内心无比满足。只要你过得好，爸爸就放心了。10个月后，李佳琦顺利生下了一个健康的男孩，取名陈明轩。小家伙长得像爸爸，但性格像妈妈，
活泼好动，两家人都非常疼爱这个小生命，经常视频通话，分享小明轩的成长点滴。你们什么时候再生一个？我还想要个外孙女呢。李妈妈在视频里催促道。李佳琦和陈家豪相视一笑，再等等吧，等明轩大一点再说。5年过去了，李佳琦和陈家豪的婚姻生活越来越美满，他们又迎来了第2个孩子，一个可爱的女儿，取名陈艺昕。家里充满了欢声笑语。半年后，两人的婚礼如期在上海举行，这可是轰动整个上海滩的豪门婚礼。李总可是下了血本，在最豪华的酒店包下整个宴会厅，邀请了数百位宾客，甚至还从国外请来了知名歌手表演。这可是我女儿唯一的婚礼，必须办得风风光光的。李总豪气地说。陈家豪的父母也从台湾赶来参加婚礼，虽然对这种奢华的场面有些不适应，但看到儿子幸福的笑容，也就释然了。婚礼上，当李佳琦挽着父亲的手缓缓走向陈家豪时，全场都惊艳了。他穿着一袭白色婚纱，头戴钻石皇冠，宛如公主一般。而站在前方等待的陈家豪，一袭黑色西装，英俊挺拔，眼中满是爱意。我把女儿交给你了，好好待她。李总红着眼眶，将女儿的手交到陈家豪手中。叔叔放心，我一定会让佳琦幸福一辈子。陈家豪郑重承诺。婚礼结束后，小两口回到了台湾，开始了新婚生活。他们没有住在陈家豪原来的单身公寓，而是买了一个新的房子，距离双方公司都很近，周围配套设施齐全。这个家是我们共同的起点，每一件家具，每一个装饰都承载着我们的回忆。李佳琦深情地说，婚后的生活并非一帆风顺。作为从小娇生惯养的大小姐，李佳琦对家务确实不在行。刚开始，她连煮饭都不会，更别说其他家务了。第一次尝试做饭，差点把厨房烧了。李佳琦笑着回忆，家豪不但没有责备我，还耐心地教我从最基础的开始学。而陈家豪也有自己的缺点，比如工作狂，经常加班到深夜，塑料袋和盒饭的意思。但他很快就融入了当地的生活。陈家豪的朋友们都很热情，经常邀请他们参加各种聚会。李佳琦也开始学习当地的生活方式，比如骑电动车出行，去传统市场买菜，学做台湾特色菜肴等。台湾的生活节奏比上海慢多了，一开始我还不习惯，总觉得浪费时间。李佳琦说，但慢慢的，我发现这种生活方式其实更健康，让人有更多时间去思考和感受生活。他还惊喜地发现，台湾的消费水平其实不低，但性价比很高，尤其是医疗系统，全民健保覆盖范围广，看病方便又便宜，这是他在大陆时从未体验过的。我以前总觉得台湾经济不如大陆发达，来了才发现是我孤陋寡闻了。李佳琦坦言，这里的生活品质其实很高，虽然没有大陆1线城市那么繁华，但处处都体现着对人的关怀。而陈家豪也在尽全力帮助妻子适应新生活。他不仅耐心教他如何使用当地的交通卡、健保卡等，还带他去拜访各个朋友和亲戚，扩展他的社交圈。家豪对我太好了，比我认识的任何大陆男生都要体贴。李佳琦幸福地说，他不会因为我是富家女就对我区别对待，而是把我当成平等的伴侣。李佳琦也没有闲着，他很快在台湾找到了一份市场咨询的工作，虽然薪水比不上在家族企业的丰厚，但他享受这种靠自己能力赚钱的感觉。我爸以前总说我离开家族企业就什么都不是，现在我要证明给他看，我李佳琦不靠家里也能过得很好。他信心满满地说。李总先是一愣，随后哈哈大笑，好小子，有骨气，我就欣赏你这点。其实我也是在试探你，看你是不是真心爱我女儿，还是冲着我们家的条件来的。现在我放心了。陈家豪松了一口气，笑道，叔叔，我对佳琦的心意天地可见。不过李总话锋一转，你们两个两地分居确实不是长久之计。我女儿从小娇生惯养，我担心她适应不了台湾的生活。叔叔别担心，陈家豪信心满满地说，佳琦比您想象的要独立坚强得多，而且台湾的生活其实很便利，她很快就能适应的。李总想了想，点点头，
那好吧，不过有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你们的婚礼必须在上海办，让我们这些亲友都能参加。李总拍板道：这个当然没问题。陈家豪爽快地答应了。就这样，两人的婚事被提上了议程。李佳琦辞去了公司的工作，把手上的项目交接完毕，准备到台湾和陈家豪共同生活。李总虽然不舍，但也尊重了女儿的选择。临行前，他还特意给女儿准备了一张信用卡，以防万一，遇到困难随时刷。李佳琦笑着收下了卡，但心里已经打定主意，要靠自己和丈夫的能力在台湾生活，不再依赖父母。来到台湾后，李佳琦开始了全新的生活。刚开始确实有些不适应，特别是语言方面。虽然同样是说中文，但台湾的用语和大陆有不少差异。我第一次听到台湾人说卡奴塑胶袋便当时，还以为是什么新词呢。李佳琦笑着回忆道，后来才知道原来就是信用卡奴隶。陈家豪双手递上精心准备的礼盒，里面是台湾特产的高山茶和手工制作的珊瑚手链。哎呀，这孩子太有心了。李妈妈高兴地接过礼物，转头就对李总说，你看看人家多懂事，比那些只知道送名牌包的强多了。宴会上，李家的亲友们都对陈家豪刮目相看。原来台湾女婿不仅不是他们想象中的那样小气落后，反而见识广博，谈吐不凡。尤其当陈家豪用一口流利的英语和李总的外国合作伙伴交流时，更是赢得了满堂喝彩。佳琦啊，你这次可真是捡到宝了。李佳琦的大姨拉着他的手悄悄说道。李佳琦得意地笑了。当然，我眼光一向很准的。饭局结束后，李总把陈家豪单独叫到书房，关上了门。家豪啊，有件事我想跟你商量。李总表情严肃地说。陈家豪心里一紧，叔叔请说。是这样的，李总点燃一支雪茄，我们公司正在开拓台湾市场，需要一个了解当地情况的人来负责，你觉得怎么样？陈家豪惊讶地看着李总，叔叔是说让我来负责？对，李总拍了拍他的肩膀，这样你和佳琦也不用两地分居，我可以在台湾设立分公司，你们俩一起打理。当然，薪资待遇肯定不会少。陈家豪沉思片刻，然后真诚地说，叔叔，我很感谢您的信任，但我不能接受。李总皱了皱眉，为什么？待遇不满意？不是的，陈家豪解释道，我现在的工作是我多年来的心血，我的团队也需要我，而且我想靠自己的能力给佳琦幸福，而不是依靠您的资源。叔叔，我保证。陈家豪激动地说。就这样，李总的桃女之旅以和解告终。他甚至决定在台湾多待几天，更深入地了解这个准女婿和他的家乡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李总亲眼见证了陈家豪在工作中的出色表现和他对佳琦的体贴关怀，他也领略了台湾社会的人文关怀和生活智慧。人生啊，有时候就是这么奇妙。李总原本带着10个人杀气腾腾地来讨女，结果却在亲眼见证后彻底转变了态度。在李总回大陆前，两家人一起吃了顿饭，这次气氛轻松了很多。李总甚至主动提议，小陈啊，下个月是佳琦妈妈的生日，你要不要跟佳琦一起回来参加，也让她妈妈见见你？一定去。陈家豪高兴地答应了。送走李总后，陈家豪和李佳琦终于松了一口气。事实证明，有时候偏见只是因为不了解。跨越海峡的爱情虽然面临很多挑战，但只要彼此信任，一切都可以迎刃而解。1个月后，陈家豪果真跟着李佳琦回到了上海，参加李妈妈的生日宴会。这次可不比上次，李总早已向亲朋好友宣布了女儿的恋情，还特意在5星级酒店订了个豪华包厢，就是为了给准女婿一个体面。来，这是我女婿陈家豪，台湾高雄人，是做科技的。李总满脸笑容地向亲友们介绍道，哪还有半点先前的抗拒。李妈妈看到陈家豪也是眼前一亮，这小伙子不仅长相清秀，谈吐更是不凡。最重要的是，女儿在他身边时眼睛里的光芒，是他从未见过的幸福。阿姨好，这是我给您准备的礼物，祝您生日快乐。李总惊讶地发现，台湾的公共设施非常完善，环境也很干净整洁，这里的空气真好。
李总不由得感叹道：“是啊，台湾虽然地方小，但生活质量确实不错。”陈爸爸笑着说：“我们这个社区的治安也很好，佳琪在这里会很安全的。”回到家后，陈家豪向李总展示了他的工作成果和未来规划。原来他不仅是科技公司的技术总监，还参与了几个创业项目，拥有自己的专利技术。叔叔，我知道我比不上您的成就，但我有信心给佳琪一个幸福的生活。陈家豪真诚地说。李总沉默许久，终于开口：“小陈啊，我还是有些担心，你们俩一个在台湾，一个在大陆，以后怎么办？”爸，我们已经商量过了。李佳琦插话道：“我可以在台湾找工作，也可以远程管理我在公司的项目。现在网络这么发达，工作上的事情不是问题。那你们的婚姻呢？在哪里登记？以后孩子出生在哪里？”李总继续问道。这些都是他真正关心的问题。陈家豪回答：“叔叔，这些我们都考虑过了，婚姻可以在两地都登记。至于孩子，我们尊重佳琪的意见。他想在哪里生都可以。现在两岸往来很方便，我们也可以经常回大陆看您和阿姨。”听到这里，李总的表情明显缓和了不少。他转向女儿：“佳琪，你真的考虑清楚了吗？”爸，我从来没有这么确定过。李佳琦坚定地说：“我爱家豪，也喜欢这里的生活，请您相信我的选择。”李总深深地看了女儿一眼，然后转向陈家豪：“年轻人，我女儿交给你了，你要好好对她。请进来坐吧，我们正好有很多菜。”陈妈妈再次邀请道。李总犹豫了一下，最终还是走了进去，其他人也跟着进来。气氛虽然尴尬，但至少没有剑拔弩张了。坐下来后，陈爸爸主动倒茶：“李先生，我理解你的心情。如果我女儿突然和一个不熟悉的男生跑了，我也会着急。不过我们家豪为人正直，对佳琪也是真心的。”李总默默地喝了口茶，眼神依然警惕：“陈先生，说实话，我对台湾了解不多，但我就这么一个女儿，不能让她受委屈。”陈家豪这时候鼓起勇气说道：“叔叔，我知道您担心什么。您可能觉得我是看中佳琪家的条件，但事实上，我自己在台湾的事业也做得不错。我爱佳琪，是因为他这个人，不是因为他的家庭背景。”李佳琦握住陈家豪的手，坚定地说：“爸，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，我有能力为自己的人生负责。家豪是个好人，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。”李总看看这个，又看看那个，忽然叹了口气。坐了这么久飞机，肚子确实有点饿了。这句话无疑是缓和了态度。陈妈妈立刻招呼大家吃饭。饭桌上，李总偷偷观察着陈家人的一举一动。他注意到陈家豪很体贴，不断给佳琪夹菜。陈爸爸虽然家境不错，但言谈举止十分谦逊。陈妈妈温柔贤惠，把每个人都照顾得很好。饭后，陈爸爸提议：“李先生，不如我带您参观一下我们的社区。这样您也能更了解台湾的生活环境。”李总同意了。他们走出家门，陈爸爸带着大家参观了附近的公园、学校、医院和商圈。李总的桃女团已经杀到了台湾，他们通过私家侦探，很快就找到了陈家豪的住址。那天正好是周末，陈家豪带着李佳琦回父母家吃饭，一家人正其乐融融地围坐在餐桌前。门铃突然响了，陈爸爸去开门，发现门外站着10几个气势汹汹的中年男子，为首的正是李总。“请问你们是？”陈爸爸礼貌地问道。“我是李佳琦的父亲，我女儿在你们家吧？赶紧让她出来，我要带她回去。”李总声音洪亮，眼睛里冒着怒火。陈家豪听到动静，立刻跑了出来，挡在父亲前面。“叔叔好，我是陈家豪，佳琪的男朋友，请您先别生气，有什么事儿我们可以好好谈。”“谈什么谈？你拐走我女儿，我还跟你谈。”李总怒不可遏。这时，李佳琦也走了出来：“爸，是我自己要来的，不关家豪的事。”就在气氛剑拔弩张之际，陈妈妈出来打圆场：“各位先生，外面热，请进来说话吧，我们刚好在吃饭，一起吃点。”这一举动让李总愣了一下，他原本以为会看到一个破旧的环境，一个想骗自己女儿钱财的吊儿郎当的男人，但眼前的景象却让他瞬间呆住了。
陈家的房子虽然不像他在上海的豪宅那么奢华，但装修精致典雅，处处体现出主人的品味。餐桌上摆着精心烹饪的家常菜，不是什么山珍海味，但看得出很用心。陈家豪的父母穿着朴素但得体，举止谦和有礼。最让李总惊讶的是，陈家客厅墙上挂着的照片，陈家豪获得科技创新奖的合影，还有他在国际会议上发言的照片。这完全颠覆了他对台湾女婿的刻板印象。谁来帮你？就这样，两人的恋情陷入了僵局。李佳琦甚至被父亲禁足，手机也被没收了几天。但爱情的力量是强大的，他趁父母不注意，偷偷联系了陈家豪。两人决定先斩后奏。李佳琦收拾了简单的行李，趁父母出差，直接飞去了台湾。这一走，可真把李总给气坏了。回家发现女儿不见了，只留下一张纸条说去了台湾。李总差点没把桌子给拍烂，他立刻派人查了女儿的飞行记录，确认她去了高雄。好你个陈家豪，敢拐我女儿，我非得亲自去把人带回来不可。李总咬牙切齿道，他立即组织了一个逃女团，包括他自己、李佳琦的大伯、二叔、表哥，还有几个公司的得力干将，一行10人浩浩荡荡地飞往台湾高雄。这边厢，李佳琦到了台湾后，陈家豪带他体验了真正的台湾生活，不是那种走马观花的旅游，而是深入当地人的日常。他们去传统市场买菜，去小区附近的早餐店吃蛋饼和豆浆，晚上去夜市逛街吃小吃。陈家豪还带他去见了自己的父母和朋友们。我原本以为台湾会比较落后，但真正生活后才发现，这里的生活品质其实很高。李佳琦感叹道，虽然没有上海那么繁华的购物中心，但这里的人文气息和生活节奏让我感到很舒服。陈家豪的父母也是通情达理的人，知道儿子带女朋友回来，而且还是在特殊情况下，立刻表示全力支持。佳琦呀，你别担心，在台湾你就把这里当自己家。陈妈妈慈祥地说，还特意做了一桌子菜招待他。就在两人沉浸在甜蜜中时，两人互留了联系方式，开始了跨海峡的线上交流，微信、视频通话，几乎每天都聊，从工作到生活，从过去到未来。3个月后，陈家豪决定飞去上海见他，两人确定了恋爱关系。恋爱期间，他们每2、3个月就会见一次面，要么是陈家豪飞去大陆，要么是李佳琦飞来台湾。每次短暂的相聚都让两人感情更深一层，但问题也随之而来了。李家是什么家庭？那可是妥妥的大陆富豪啊！李父李总虽然做生意见多识广，但骨子里还是很传统的。他一直希望女儿能找个门当户对的大陆男生，最好是同城的，这样以后也好经营家族企业。得知女儿跟一个台湾男生谈恋爱，他第一反应就是不行，什么台湾男生？那边经济水平能比得上咱们这儿吗？你是不是被骗了？李总气呼呼地对女儿说。这里我必须插一句啊，很多大陆人对台湾的印象停留在很早以前，觉得台湾经济不行，生活水平低。但实际上，台湾的人均 GDP 在亚洲地区是比较高的，社会发展也很成熟，特别是像陈家豪这样的科技人才，生活质量绝对不低。李佳琦尝试向父亲解释，但李总就是不接受，甚至威胁要断绝父女关系，这让李佳琦很痛苦。但他已经认定了陈家豪是他的真命天子。爸，我知道您担心什么，但我和家豪是真心相爱的，他不是冲着我们家的钱来的，他自己在台湾就有很好的事业和生活。李总冷哼一声，我见过太多人了，表面上一套，背地里一套。再说了，你要是跟他去了台湾，以后怎么办？那么远，万一他对你不好。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我要跟大家讲的这个故事，可真是让我感慨万千啊！这不，前几天我收到一个特别奇妙的婚恋案例，简直是教科书级别的跨海峡姻缘。什么台湾小伙把大陆富家女拐跑了，岳父带着10个人杀到台湾，绝对是个引人入胜的故事。别急，咱们慢慢道来。
故事的男主角叫陈家豪，是台湾高雄人，今年32岁，在科技公司担任技术总监，年薪破100万新台币，有自己的房子和车子，家境殷实，人也长得一表人才。女主角李佳琦，26岁，江浙沪某一线城市的富二代，父亲是做外贸生意的，身家上亿，从小娇生惯养，国外留学归来，在家族企业担任市场部经理。这俩人是咋认识的呢？哎呀，现在这个世界真是太小了。2年前，陈家豪去上海参加一个科技展会，正好李佳琦的公司也派他去考察。两人在会后的交流酒会上，一眼就看对了眼。那天我穿了一件深蓝色西装，站在角落喝着红酒，忽然看到他走进来，穿着白色连衣裙，整个人都在发光似的。陈家豪回忆道，语气里满是甜蜜。佳琦也被这个温文尔雅、谈吐不凡的台湾男生所吸引。虽然他家境优越，见过不少豪门公子，但陈家豪身上那种谦和有礼又不失自信的气质，是他在大陆那些富二代身上很少看到的。我一开始就被他的专业知识和见解所吸引。聊天中发现他还特别懂生活，会煮咖啡、品茶、做菜，完全不是那种只知道工作的技术宅。李佳琦告诉我，